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卷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可能很多人心里都想过，但可能不太敢大声说出来的问题哦。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几年前，台大哲学系的苑举正教授，他受邀去为一群高中资优生演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下午的哲学课嘛，通常就是大型催眠现场，台下的学生大概都睡得东倒西歪。那教授看到这个情况，心里一急，就干脆脱稿演出，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受教育？演讲结束之后，有个穿着绿色制服的男同学就默默走到教授面前，眼眶还湿湿的，问了教授一句话。这句话真的让这位教了一辈子存在主义的教授都吓到了。他说：老师，我在家里是个好孩子，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同学之间我也是个模范生，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大家静下来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也曾经在你的脑海中悄悄地响起过呢？这位同学的问题，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你看哦，他不是在问为什么要受教育，这题太简单了啦。我们都知道教育很重要嘛，可以丰富人生啊，出人头地呀，对吧？他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受这种教育？这种哇，就直接点出了整个问题的核心。你想想看，他明明就是这个教育体制下的顶尖产物，所谓的人生胜利组，满足了所有人的期待，但他却感觉不到任何意义，反而觉得自己好像被困在一个笼子里。那这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对不对？这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我们整个文化共同在面对的一个巨大困境。那这种教育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它，这个比喻就叫做黑暗隧道。这条隧道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文化底下绝大多数人成长的共同写照。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站在一个又黑又湿又泥泞的隧道口，大概就像还没完工的雪山隧道那样。这时候，你的父母、你的老师，就像守护天使一样，在你身边飞来飞去，不断的催促你往前走，赶快往前走。他们会告诉你，这个过程一定很痛苦、很黑暗，但你一定要忍耐。为什么？因为隧道的尽头有黄金屋，有颜如玉，有所有你梦寐以求的成功跟财富。所以整个过程的重点就只有一件事：忍受痛苦，然后抵达终点。至于过程本身快不快乐，有没有意义，那些都不重要。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好像我们的人生就只是一场为了终点而存在的漫长的忍耐比赛。我们可以把这一趟旅程拆解成4个步骤。第一步，进入黑暗水道，这是你人生的起点。第二步，忍受痛苦的过程，因为他跟你说，学习本来就是苦的。第三步，无条件遵守规则，你被要求只能死死地往前看，绝对不准东张西望。最后第4步，在终点获得所谓的成功，也就是功成名就、出人头地。这个模式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熟悉？整个逻辑就是用你现在实实在在的痛苦去交换一个未来虚无缥缈的奖励。但问题就来了，当你真的辛辛苦苦走完这条隧道，你可能会发现尽头根本就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反而就像苑教授说的，那可能是一片汪洋大海，让你一脚踩空，直接掉下去。好，那重点来了，这个黑暗隧道的思维模式，它其实是建立在4个根深蒂固，但却充满了问题的信念之上。可以说，这4个信念就像枷锁一样，困住了我们的教育文化，而且长达100年以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信念，学习的过程是痛苦的。这个观念真的深植人心到不行，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灌输，老师要把那些所谓正确的东西用打的、用骂的硬塞进你的脑袋，不然你就完蛋了。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是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不是书中自有乐趣？
好像学习唯一的价值就建立在它未来能不能换到钱。再来，第二个信念，技能至上，学习唯一的目的就是学的一技之长。为什么？因为人无一技之长，则无以立。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被社会淘汰，害怕贫穷。所以我们的教育常常变成一种职业先修班。大家是不是都经历过，填志愿的时候不是看你喜欢什么，是看哪个科系出来薪水高，对吧？第三个信念，不能分心。在隧道里，你必须直视前方，旁边所有东西都是危险的诱惑。这个观念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每期有学生行为出问题，父母的标准答案永远是我儿子小时候很乖啦，都是后来交了坏朋友。大家有没有想过，搞不好你儿子才是那个坏朋友？我敢打赌，很多人都有过因为太常跟朋友出去玩，或是花太多时间在社团、画画、打球上面，然后被父母念的经验。最后一个信念，这是你一个人的战斗。读书是我自己的事，我必须一个人孤独的奋斗。老师跟父母只是在旁边飞来飞去喊加油的天使，对你没有实质的帮助。这种想法让我们在学习的路上变得非常孤立，好像考试就是一场零和游戏，你多考1分，我就少1个名额。你的同学都是你的敌人。讲了这么多问题，听起来好像超绝望的吼。难道我们就注定要世世代代都困在这个又黑又痛苦的隧道里面吗？真的没有另一条路可以走了吗？答案是有的，而且这个解方并不是什么很新潮的理论，它是一个300年前就已经出现的哲学思想，由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所倡导的经验主义，英文叫 empiricism。这个思想就是我们打破隧道思维的关键钥匙。经验主义的核心观念其实很简单，但却非常有力量。它主要有2大重点。第一，人的经验内容会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句话就直接挑战了那种固定不变、一条路走到黑的隧道模型。世界在变，你的知识和经验也必须要跟着变，对吧？第二，对于知识的探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教育不是从幼稚园跑到大学的100米赛跑，冲到终点线就没事了。它更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你享受的是沿途的风景，还有不断调整的步伐。好，接下来这部分超级重要，我们用经验主义的观点来重新检视传统教育那4个信念，你会发现，哇，整个风景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关于快乐学习，传统观点认为，你的责任就是去学那些被规定好的内容，你快不快乐一点都不重要。但经验主义认为，真正的快乐学习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学习的目标是透过一生的时间去发现你真正热爱的事物是什么，那才是能驱动你走一辈子的燃料。这就好像硬逼一个对语言没天分的人去念英文，他痛苦，效果又差，这不是很奇怪吗？当你真的找到你的热情所在，所谓的一技之长，常常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不是你一开始痛苦追求的目标。第二，关于道德品格。传统教育是直接给你一套固定的道德教条，叫你背起来就对了。但这些教条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我们常听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我们也都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父母到底会不会犯错啊？这不是很矛盾吗？经验主义告诉我们，道德教育的重点不是去背诵这些教条，而是要培养你明辨是非的能力。你要能自己去判断真假、善恶、美丑，这才是能跟着你一辈子的内在罗盘。第三，关于避免偏见，传统观念很喜欢贴标签，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读书好的就是好小孩，不读书的就是坏小孩。但经验主义提醒我们，一个人的好跟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甚至可以说，你永远无法真正的、完全的去定义一个人。成绩好跟人品好真的是2回事。我们常常在社会新闻上看到那些学历顶尖的人，结果品性出了大问题。这就证明了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避免用这种表面的简化的标准去论断一个人。
因为这样会让我们错过看见一个人真实潜力的机会。最后，关于学习方法，传统观念强调读书是你一个人的事，你要孤军奋战。但经验主义指出，人类最有效率的学习方式其实是模仿。我们并不是孤独的原子，我们是透过观察、模仿身边的榜样来学习的。这也意味着父母和老师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你不是在旁边飞来飞去只会喊加油的啦啦队，你本身就是一本活生生的会走路的教科书。你的孩子、你的学生都在看着你。OK， 理论讲完了，那回到现实生活，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应用这些观念来重新定义我们自己的学习呢？这里我们可以整理出4个具体的行动方针。第一，把学习当成一辈子追求幸福的过程。你要记住，学校教育只是人生中非常小的一步，你的家庭、你的学校、你所处的社会，这3者共同构成了你的学习场域。学习是透过不断的反省来整合来自各方的经验。第二，不要害怕犯错。真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敢于尝试，然后在大错之后大乐乐的修正，跌倒了再爬起来就好，没什么大不了的。犯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透过挫折，你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修正。第三，要时常去检讨那些世俗的价值观，不要轻易用社会上流行的标准去判断人事物，因为这些标准一直在变。以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变成行行出状元。我们要学习独立思考，不被这些表面的价值给绑架了。第四，努力成为一个正向的榜样，因为学习来自于模仿，你的言行会直接影响到身边的人，尤其是你的下一代。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要害怕犯错这一点。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在大学毕业前后，会因为害怕失败而裹足不前，选择延毕啊、继续升学啊，来逃避进入社会。但其实，你不敢跨出那一步，就永远学不会。你必须真的去面对困难，遇到挫折，你才会知道自己哪里不足，才知道该如何调整。真正的停滞，不是失败，而是你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害怕失败，这么执着于某些特定的成功路径呢？苑教授提出一个很精辟的观察，他说，科举制度虽然废除了，但它还活在我们的心中。这句话的意思是，那种学而优则仕、读书人至上的价值观，已经变成我们文化 DNA 的一部分了，就像一个还在背景运作的旧软体。即使现代社会强调多元价值，但我们内心深处可能还是觉得读书好，当个公务员或医生、律师才是最稳妥、最光荣的。这种内在的冲突常常导致我们做出一些矛盾的选择，例如嘴上说着行行出状元，但心里还是默默地帮各种职业排了个高低顺序，或是明明不喜欢，却因为听起来比较有前途而选择了某个科系或工作，结果让自己每天都过得非常不快乐。所以，我们最后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种道德导向、隧道式的就医思维已经像 DNA 一样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那我们该如何开始重写这段程式码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身上开始，进行一场思维上的革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一位顶尖高中生的困惑出发，探讨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黑暗隧道教育模式。这个模式的问题根源在于4个错误的信念：学习是痛苦的，技能至上，不能分心，以及孤军奋战。而打破这个困境的钥匙是300年前的经验主义哲学，它教导我们4个能够赋予我们力量的新观念。学习是寻找自我的快乐过程，道德是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要避免用偏见论断他人，以及学习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是模仿。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哦，拜拜。